嗨，朋友们好，今天继续来把最后剩的2个架子给大家做好了，把这个货理好。去年10月份美国大选，川普赢了之后呢，我们就预计到他会加关税，所以呢，我们提前就订了很多货。现在就暂时靠着这些已经订好的货，看看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吧。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 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其实搞这个仓库还挺累的，花了好长时间才把这些架子弄完。嗨，朋友们好，我的老观众都知道我有一个跨境电商，非常小，主要是从中国进货，所以这次这个关税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今天我想结合我自己的电商的情况，还有我周边的朋友的一些情况来聊一聊最近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关税战对美国民众到底有什么影响。从4月2号以来吧，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不断的升级，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经加到145%了，然后中国反制美国是125%，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中美跨境电商的人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以前的关税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吓人了。这个数字高到就像是日常生活中2个人打架赌气那种感觉，不是很理性的感觉。这么高的关税对于进口商来说是很难有利润的，所以说是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啊。据我所知，目前很多进口商都是处在一种停滞观望的状态，有的单子刚刚算好价钱，关税又加了，只好又停下来，还发生了很多进口商撤回单子的情况，甚至出现货已经运到海上了，在半路上这个货主突然说我弃货，这个货不要了，船主你随便处理吧，因为他这个货如果运到美国过海关的话，这个成本要增加1倍还多，这是他承受不了的，所以只好弃货了。这种情况搁在谁身上都是受不了的。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的产品已经设计好了，样品也收到了，都已经过了，正准备要批量生产，突然这个关税来了，只好就暂停了。对方那个中国的厂家也觉得很失望，但是也没办法，在这个大形势下你不能螳臂挡车，你只能是暂时的观望了。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去年11月下了一个单子，下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够我们卖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也算是一件幸事吧，幸好当时决策正确。但是呢，我们也觉得有点惋惜，因为当初我们预测到只是加20%的关税，心想先进这么一批货，到后面再进问题也不是太大，没想到这个关税会加到145%，早知道会加这么高，我们应该再多进一点货，进它个2-3年的货，这样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就不会这么担心了。昨天有消息说川普政府决定对来自所有国家的电子产品进行豁免，其中也包括中国，这应该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同时呢，也说明川普的关税政策在美国国内还有国际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应该是他的一个妥协的一个举动吧。因为高关税确实让未来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不管是消费也好，投资也好，这个不确定性增大了，那大家的顾虑也就多了。所以我们看到4月2号以来，美股、美债、美元汇率全都下跌了，有一些人从中获利，但更多的人是损失惨重。美联储在2024年进行了3次降息，本来预计今年是进行4次降息的，但是由于这个 CPI 指数偏高，通胀的预期比较高，所以美联储就减缓了降息的这个脚步，有好几次都跳过了降息，所以我觉得今年要想再降4次息是不太可能了。我看到密歇根大学上周五发布了一个美国国内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数值显示该指数本月比上月暴跌了11%，降到了50.8，是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点。在过去的1年中消费者信心指数累计下降了34%，也就是说大家不敢花钱了。我来说说我身边的一些例子吧。就是老牛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算是比较富裕的，他们有10几套出租屋，而且他们的账户里有至少100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但是前2天这个朋友就跟老牛说他们的退休账户 401k 在1天之内就损失了20万美金，这真是把他们给吓坏了，所以他们就决定从那天起不再进行任何一笔大额的消费。
直到这个情况好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她自己是不工作的，她的老公呢就是炒股，他们家是以炒股为生，因为他们家有很多钱在股市里，他们也是在1天之内损失了10万美元，所以他们也非常的焦虑，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说以后的开支也要节约了。在美国他们都是比较有钱的人，那些更穷一点的人，那不是更想要精打细算了吗？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最多算个中产吧，那生活就更应该精打细算了。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要减少一些不着急不必要的开支。本来我们打算今年把我们这个房子的外立面给换一换，现在呢这个计划看来也要推迟了，真的是不敢花钱了。现在这个关税战呢看起来非常的紧张，但是川普政府这几天的一些措施呢，也让我感觉到了有一些缓和的迹象。我觉得川普政府正在逐步的放弃这个高关税的政策。如果中国政府也愿意积极谈判的话，那这个关税降低甚至减免都是有可能的。我对这一点还是有点乐观的，因为中美之间不可能不做生意吧，只是为了谈条件而已。就我个人10年来对美国的观察来看，我觉得美国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造成的。全球化带来的财富更多的是进了少数一些大佬的口袋中，而不是普通的民众的口袋中。少数的富人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越来越萎缩，穷人呢越来越多，越来越穷。美国的阶层结构呢，从以前的中产阶级中间大，富人和穷人两端小这样的一个橄榄型结构啊，变成现在一个富人依旧是少数，中产阶级萎缩了，但是呢穷人却越来越多，这样一个葫芦形。我看到一个2021年10月美联储的资料，有2点让人特别的警醒。一个是全美10%最富有的家庭啊，持有全国89%的股票。在疫情期间呢，美国财富排名前1%的美国人呢，在股票和基金方面增加了6.5万亿美元收益。美联储放水以及美国财政部大量的进行证券购买，直接导致大量财富进入华尔街，进入到美国的股票持有者的手中。纳斯达克指数啊，从2020年4月到数据发布的时候，已经上涨了65%，财富效应很强。与此同时呢，美国90%的底层人群仅仅持有11%的股票，而疫情之前，美国90%的底层人群持有的股票占比为12%，也就是股票的持有率在降低。二是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啊，他们的总资产达到了36.2万亿美元，超过了中产阶级持有的总资产35.7万亿美元。这是美国有追踪数据以来前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啊，首次超过了占比为60%的中产阶级的财富的总和。现在又过来3年多了，股市又涨了很多，虽然最近跌了不少，但是相比2021年股市还是涨了很多的。那这个差距啊，只会越来越大了。所以解决的办法呢，我觉得应该是政府要想办法来增加中产阶级和底层的穷人的收入。寄希望于打关税战可能收效不大，因为增加关税之后呢，必然会增加消费品的价格，进口商呢必然要把这个关税啊大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但如果物价涨的话，那中产和穷人啊就要花更多的钱在购买必需品上面，那只会让生活变得越来越难。川普政府打关税战的出发点是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增加就业，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难做到的。一个是建厂需要时间，你没有个几年是建不成的，尤其是像美国的效率这么低，更是如此了。第二是美国没有完善的配套的供应链，如果你建了一个厂，那你的原材料你还得从国外进口，然后呢关税又这么高，那你的成本就更高了。所以我想很多人都是打退堂鼓的，不敢来建厂。要想把整个供应链都搬回美国呀，没有10几年的时间啊，是很难做到的。3呢是美国的人工费啊非常高昂，但是熟练的工人呢又很欠缺，这样呢也会造成成本增加。要不然那些资本家企业主为什么都把厂建到东南亚去，建到中国去呢？就是这个原因吧。如果美国的 AI 将来能够发展到可以代替人工的地步，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就目前来说， AI 的技术水平啊还远远达不到。如果急于求成的话，必然是制造业没有带回来，结果物价却涨上天了，这样老百姓就受不了了，就会起来反对。所以啊，美国政府要想增加就业，要想增加人们的收入啊，还得另外想一想更加有用的办法。朋友们，你有什么好办法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谢谢您。